你究竟是何人？打更人许其安，查案、巡街、抄家、监察百官、收集情报，这是打更人的日常。心中一腔正义，行事自有章法，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。虽然是个小人物，但也有自己的坚持。当代打工人穿越到大凤王朝，凭着先进的知识、灵敏的嗅觉、聪明的头脑，也会有一番大作为。灵妖烧脑的情节，主角许其安凭借现代的化学知识和背诵的诗句，给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。每天捡钱勾栏听曲，生活无忧不过如此，可终究是别人的一枚棋子，背后黑手将他推进一个又一个案件里。许其安凭借出色的应变能力和莫名的好运气，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。主角许其安有着高强的武功，文采更是斐然，被奉为大凤的保护神。可在这些光鲜的背后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苦楚。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，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。从一名小捕快到武神，许其安出生便是弃子。许其安的父亲许屏风是监正的弟子，二品术士，在元景10年以假探花，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物，被称为文曲星。他在朝廷结党，势力极大。为了晋升一品，许屏风必须扶持一位皇子登位，他做到首辅的位置，凝聚国运。可困难重重，各方阻力极大，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500年前皇族旁支一脉。于是许屏风策划了山海关战役，利用遮罩天机的法术，抹去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记忆，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为了救弟弟战死沙场。许屏风和扶持的皇室一脉公主结婚，生下了许其安，他拥有皇室的血脉，可以承载大凤的国运。在山海关战役末期，许其安出生，许屏风便将偷取的大凤半国国运藏在了许其安体内。其实许其安的出生就是各国运容器，身负国运的许其安和大凤同命运，如果国运被抽，同样大凤和许其安会陨落。只是许屏风没有想到，公主爱子心切，舍不得儿子死去，便将他送到了京城许二叔家。京城在监正的守护下，许屏风不敢胡作非为，才保得许其安长大。许屏风运作几十年，大大小小制造了很多案件，目的就是将许其安引出京城，好抽取国运。为此，他不惜制造税银案，让弟弟一家深陷其中，让许其安被流放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身负国运的许其安的逻辑推理能力非常强，将各个案件一一破解。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，世间感情千万种，唯有亲情最可贵。可这可贵的亲情，在许其安的亲生父亲眼里，成为晋升级别的垫脚石。正是因为有国运在身，并有前世记忆的加持，许其安武力升级迅速。他不仅破获了案件，还成为天地会成员，更是被魏渊和监正信任，委以重任。为了保护不相干的罪臣之女，为了心中的正义，毅然与上司交手，险让其丧命，被判腰斩。为了将功赎罪，侦破莫桑案，被镇压的神书手臂寄存在他体内，为他以后武力的提升打下了基础。经过了向死而生，经过了佛门斗法，并借助神书力量，让自己武功节节高升。通过写图3000里案件，许其安查清了元景帝的真相。他本是先帝真德，采用一气化三清，想实现自己的长生。在监正、神书、天地会等众人的帮助下，斩杀了真德帝，龙气溃散。此时许屏风出现，重伤许其安，准备抽取国运。幸好有监正和赵守相救，否则许其安将命丧其父之手。此后，许其安行走江湖，收集龙气，也结交了江湖上的很多好友。同时收集龙气的还有许屏风的人，两帮人马展开了斗争。最激烈的斗争在建州武林盟，许其安借助镇国剑，通过召唤高祖皇帝英灵，和许屏风一伙斗智斗勇。许屏风战败，看着强大的许其安，许屏风采用了怀柔策略，以父子之情邀请他加入，以便共用荣华富贵。看着父亲邪恶的嘴脸，许其安断然拒绝。一场皇权争霸赛开始了，许屏风一伙对大凤展开了攻击，许其安联合妖族、蛊族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争。千算万算的许屏风没有想到，他在攻击别人的同时，大凤另一支神秘队伍悄悄地潜入了他们的老巢。许屏风众叛亲离，被追杀致死。善恶是场轮回，凡事皆有因果。许屏风只想着自己，不顾家人，任由恶念肆意成长，终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所幸许其安母亲安好，
这个善良的女子，正是当初的善念，才保住了许七安的性命。这个孩子也是她的牵挂。现在母子终于可以团聚，享受迟来的天伦之乐。知道真相的许七安并没有被欲望和仇恨裹挟，依然选择了维护和平，选择了正义。然而有一场更大的劫难将至，威胁着人类的生存。大劫将至，远古时代的神魔荒、古神、巫神、佛陀都即将苏醒。这些超品已经获得了不生不灭，可他们依然无法剔除欲望的劣根，想晋升天道。为此，他们凝练山河印，吞吃生灵。他们是人类为蝼蚁，肆意践踏。为了和超品斗争，许七安必须快速提升实力，于是他远赴海外，进入了神魔岛。神魔岛上残存着神魔的灵韵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，荒野深陷其中。在监正的帮助下，许七安明白了天地演化的秘密，成为守门人，武功也快速提升至半步武神。可残酷的斗争还在后面，佛陀和巫神同时来袭，金莲、赵守等人均战死。许七安从儒生刻刀中明白了晋升武神之法，成功晋升武神，斩杀4大超品，终于平定大劫。九州从此再无超品，海世间一个安宁。从此以后，大凤开启了史无前例的新篇章，成为史上最强盛的王朝。而许七安又回到了勾栏听曲的悠闲日子。这个故事共分为4卷：金茶风云、国士无双、少年羁旅、逐鹿中原。第1卷金茶风云，许七安通过破解税银案成功受到高层人物的注意，被收为打更人。为了解救不相关的罪臣女眷而被判腰斩。为了将功赎罪，又破解了桑博案。因为此案，被迫卷入了万妖国、佛门、巫神教等各方势力的博弈。后来前往云州调查案件，为救同伴而亡，最终却是向死而生，为自己挣得一诺千金的荣誉。讲述了刚刚穿越过来的许七安卷入了税银案，通过案卷破获了案件，洗清了嫌疑。走出大牢的许七安回到县衙继续做快手，慢慢崭露头角，被怀庆公主推荐进入了打更人衙门。在入职的过程中表现优秀，被打更人衙门的最高长官魏渊所赏识。不久，桑博案发，打更人衙门参与案件的调查。许七安因为在税银案的表现以及刀砍上级等原因，戴罪未公参与到案件的调查中来。调查过程中又牵出郡主失踪案，许七安拨开迷雾，查找真凶。在桑博案的最后，妖族看中许七安的气运，将封印物神书大师送到许七安处，让其温养。打更人卷入了党争，许七安机缘巧合下发现了其党与巫神教勾结，打压了其党的气焰。打更人暗探将其党在云州私买军资勾结巫神教的消息传回京城后，打更人衙门颇为重视，想在进一步调查时暗探被杀。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，许七安被派往云州协同办案。在水落石出之际，许七安力战叛军，死而不倒。在神书大师的帮助下，许七安死而复生，重回京城。第2卷国士无双，许七安其实没有死，因为体内有神书和尚存在进入假死状态。复活后的他开始一段平静生活。随着镇北王屠城等事件爆发，元景帝野心暴露，害死魏渊。魏渊对许七安如同父亲般重要，许七安最终走向师弟道路，但自身被父亲打入镇魔钉，一身修为被封。佛门到大凤寻资闹事，许七安代表朝廷和佛门斗法。在这过程中，许七安提出了大乘佛法的概念，导致他们内乱。随后带领团队去北方调查血屠3000里，从而查得了镇北王屠城的真相。为了给冤死的百姓和将士报仇，在菜市门口斩了国公，此后告别官场。从此许七安成为大凤百姓心目中的守护神。不仅如此，许七安还查出当今圣上元景帝的真相，他实为先帝真德，为了长生屠害生灵。许七安带领众人发动了弑君之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龙气溃散，许七安为了收集龙气，开始了闯荡江湖。第3卷少年羁旅，被打入封魔钉的许七安在各地寻找龙气宿主，并不断拔出封魔钉。这一卷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，整体情节较为平淡，但也有趣味。许七安在闯荡江湖过程中遇到了一股强大势力，这就是500年前大凤皇室的另一脉。做军师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许七安的亲生父亲。许父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将偷来的半数大凤国蕴藏在了许七安体内。
以上各种案件均是他在背后主谋，目的就是将许七安引出京城，抽取国运。徐府联合佛门和许七安发生了冲突，双方为了龙气展开大战，许七安一举得胜。第4卷逐鹿中原，剧情后期，许七安开始拉拢盟友，包括妖族、南疆等势力。这是大奉正统与叛军的战争。许七安和花神双修后晋升2品，而后怀庆登基，国师渡劫等事件发生，所有势力基本都卷入这场战争。大奉一度处于劣势，但随着国师和许七安双双晋升1品，战争大局已定。在许父的安排下，大奉皇室另一脉发起了攻击。为了平定叛乱，许七安联合了南疆古族、万妖国，双方均损失惨重，民不聊生。许七安亲手诛杀逆党首脑，平定叛乱。然而，有更大的劫难降至，面对强大的对手，许七安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。为了天下安宁，许七安和各方势力进行利益交换，达成联盟。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当初小小的打更人，而是肩负天下安宁。第5卷绝世武神扫除内忧后，外患来临。这个世界存在超品，他们想替代天道，超脱世间，会吞噬天下。这是一场大劫。许七安和九尾天狐出海寻求解决之法，最终许七安成就半步武神，在达成一个前提、2个条件后成就武神，解决了这场危机。这部集穿越、仙侠、玄幻的剧，开篇很猛，结局更是出乎意料，情节真是脑洞大开。02复杂的关系，将远古世界观和传统元素相融合，有神魔时代、秩序时代、修炼时代，跨距之大，射中之多，让人啧舌。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有道、有儒、有佛、有妖、有术士、有打更人、有司天监、有道门3宗、有天地会、有武林盟，更有南北妖族、南疆古族，错综复杂，各显神通，各种移山倒海术、凭空召唤术、瞬间转移术，让人眼花缭乱。更有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有家常争斗、宫廷争斗，更有女子之间的争风吃醋场面，让人忍俊不禁。这些复杂的关系，正是剪不断理还乱。好斗的临安公主，这是个善良的女孩子，是全剧唯一对许七安的爱是纯真的。她从小被母亲利用，和怀庆展开斗争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孜孜不倦。所幸她的结局是美好的。足智多谋的魏渊，有着精彩绝学，文能治国，武能平乱，但感情之路坎坷，和皇后青梅竹马，为了保护皇后，净身入宫陪伴左右。还有许新年、怀庆长公主、李妙珍，都很让人惊喜。白天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打更人。随着许七安一起去探索波澜壮阔的仙侠世界，